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在八月份的一个整体的运势啊，给到的指引，以及在8月份你们会经历什么，可以期待什么，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第一组牌我们抽到了一个皇帝啊，还有一个是教皇。我觉得这2张牌它代表的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啊，就是8月份你们可能会突然的变得成熟起来，会很严格的去执行自己之前制定的某种计划。就这2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8月份可能会刻意的让自己处在一种苦行僧式的修行的状态里边。这2张牌它代表的是你们的高我，就是你们可能会短暂的放弃当下的享乐，为了某种更远大的目标，在8月份的时候全力去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现在可能在赶路，就是有着某种很迫切的事情想要去实现。8月份你们正在变得快速的变得更成熟、更务实、更加的结果导向，会果断的放弃掉那些没有办法带给你们回馈的人和事。那么这张星币侍卫呢，可能就是8月份啊，你们会安静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啊，可能会很宅，或者说待在一个让自己感到舒适的空间里边，产生很多的思考和想法。星币侍卫呢，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在默默的酝酿着什么，似乎是在厚积薄发，就是你们内心当中在筹划着的某个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而第4张牌权杖1啊，它有2个层面的解读啊。第一个层面呢，就是8月份你们可能会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下定决心做某件事情，而且你们做的这个事情，它可能会让你们在短期内放弃掉很多能够拿到手的利益，但是从长期来看，你们做的这件事情会给到你们更大的回报。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8月份你们会得到一个机会啊，有一个橄榄枝会伸到你们面前，它可能是一个熟人带来的机会。你们过去认识的某个人，关键在于你们想不想抓住这个机会啊？因为这个机会似乎是能够帮助你们打破现状，打破当前不断重复和循环生活的一个机会吧。星币8呢，我觉得8月份的你们是自带一种稳定和秩序感的，就是好像这个世界上的纷纷扰扰都和你们无关，只要你们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心无旁骛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说你们整体的这个工作效率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会优化自己的工作方法，或者说远离一些电子产品啊、手机、平板游戏，会戒除掉某种非常消耗时间的行为，然后让自己回归到正轨，回归到一种稳定的作息和生活节奏里边啊。圣杯5的话，我觉得可能你们是有一点自我封闭的，就是有一种把自己整个人包裹起来的感觉，好像一直停留在某个地方走不出来，一直在原地打转。这个圣杯5甚至让我感觉到你们有一点在放逐自己啊，就像灵魂在流浪一样。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应该内心当中是有着某种执念还没有放下的。这种执念它是一种深层次的执念，就一到了晚上的时候，它就会让你们整个人变得非常情绪化，可能会有一点抑郁吧，就内心当中积压的伤感没有办法释放出来，就导致你们整个人看上去有一点忧郁。所以说在8月份到来之前，你们整个人的生命就好像停滞了一样，会经历一个停顿。那么这张圣杯6它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它是让你们回到过去啊，找回过去那种生命当中能够带给你们欢愉的东西啊，能够让你们感到温暖的回忆，找到那种曾经被爱的感觉，能够让你们重新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美好。所以圣杯6的话，可能说在8月份会有一个儿时的童年的玩伴，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来找到你们，就是这个人的出现能够让你们重新变回小孩子，能够让你们重拾一些过去的美好的回忆啊，或者说你们可能会和他坐在一起把酒言欢，追溯过往。那么这张隐士牌的手里呢有一盏灯，所以我觉得8月份你们整个人可能还在过去的某种情绪当中没有办法走出来，但是你们内心当中有一个声音是会给你们指引的，就是你们知道自己生命的方向在哪里，你们内心当中依然有光，依然愿意选择去相信那些美好的东西啊。所以说隐士
手里的这盏灯啊，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信仰，它会带你们走出黑暗。8月份你们可能会走出那个非常难熬的阶段，然后回头再看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啊，轻舟已过万重山，最难熬的那个阶段会在8月份柳暗花明的。宝剑五的话呢，我觉得8月份你们整个人的生命和能量啊，连同这张星币侍卫都会变得更加的安静。这宝剑五它是刻意的会屏蔽掉一些人和事，然后减少自己的情绪层面的内耗，能够心平气和的坐下来，用非常理性的角度去看待一些事情的发生啊。你们在打磨自己的过程当中，内心会变得越来越平静。这个宝剑五给我一种独立思考的感觉，就是你们身边绝大部分人可能都在随波逐流，但是你们拥有一种非常宝贵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啊，会让你们在8月份做出一个很独立的决定，它会让你们踏上一条鲜有人会选择的道路。而星币7呢，就是你们在积蓄着某种能量啊，在不断的收集着某种资源，或者说有某种微弱的优势，它能够不断的被积累。长期看起来你们好像都在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你们积累的这种微弱的优势，它会呈现一种增长效应，而且增长的会越来越快。等你们发现的时候，或者说等别人发现的时候，你们可能已经远远的把同龄人甩开了。那么星币7的话呢，还有一个层面的暗示吧，我觉得就是8月份可能会有人来找到你们，但是你们可能会拒绝这个人走入到你们的生活里边啊，因为你们整个人是背对着他的。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们很清楚的意识到，当这个人再来找到你们的时候，可能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还会再一次的重蹈覆辙吧。所以说你们会永久的把一些人或者说一段关系屏蔽在你们的生活之外。那么这张 Adventure 啊，就是8月份你们会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啊，可能是8月份会有一个身份或者说环境的变化，或者说也许是有人会搬家，或者说进入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啊，也有可能是有人会选择8月份外出旅行啊，它可能是一种心血来潮，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就8月份你们会拥有一种打破现状的勇气，并且愿意为了自己的想法而付诸行动和实践。可能说有人会在8月份尝试一个之前没有尝试过的运动，让你们处在一个新的区域和地带当中，能够加速你们自身的成长。可能一部分人在8月份有一种非常想要逃离的冲动和渴望吧，就是对旅行有着一种执念，想要摆脱当下的环境，去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那8月份你们就会把这个想法付诸于实践和行动。可能这个 adventure 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变成一个体验派吧，就不要再去追求那些所谓的结果，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能够享受当下，活在当下，体验当下。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首先第二组牌的第一张牌宝剑3啊，8月份的话呢，可能说之前某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当它出现了3次以后，在8月份会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它有一点像是那种某件事情在经历了反复的波折，一波三折之后啊，在8月份它会彻底的得到解决。比如说在感情里边，如果有一个人重复的伤害了你们3次，那么你们就会选择在8月份果断的告别他，头也不回的离开。宝剑3的话，我觉得可能你们在8月份会决定停止在一些事情上面，或者说停止在某段关系里边继续的去投入自己的感情。它有一点像是那种无论过去还是当下的痛苦都不能够再次的伤害到你们了，你们开始变得理智和冷漠，从悲伤和恐惧当中清醒，放弃会伤害你们的人和事啊，因为这些伤害它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所以说你们会开始明白，不要在不爱你们的人的身上浪费时间啊。在这张牌的加持之下，我觉得你们会决定啊，不再纠结一些事情。尤其是那些曾经日思夜想的人和始终没有答案的问题啊，你们突然就释怀了。你们会用执着烧死了所有的幼稚和任性，直到那片荒野当中慢慢长出了理智和清醒。而且呢，我觉得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要下意识的去反思自己啊，
就是有很多时候你们也只是一个受害者。不要从任何事情上轻易的反省自己，也不要从任何事情上从自己的身上找答案，这样只会让你们不断的泄气，不断的自我攻击，失去信心和再次开始的勇气。第二张牌是星币女皇啊，我觉得8月份的话，你们可能财运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可能是会得到一大笔钱，或者说类似于一大笔的奖金啊、红包啊进账，或者说你们做的某种投资得到了大幅的升值啊。星币女皇它是有一种财源广进的感觉，就8月份的你们是适合去赚钱的，或者说你们会发现赚钱这件事情在8月份会变得很轻松。这个星币还有一个暗示，就是你们在8月份要学会着去制造一些能够让自己感到满意的小事情。这个小事情会很小，很容易做到，比如说去收拾自己的房间去完成一些很有意义的小事，或者说把自己的工作和学习量化，把一个大目标拆分成无数的小目标。就是说你们在拆分和量化自己的工作、学习或者说某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们能够很直观的看到一些小的结果，然后这些小的结果能够不断的给你们提振你们的信心，然后这些小的结果就能够聚沙成塔。所以说你们要对自己每天的工作进行一个复盘，然后看看自己每天究竟完成了怎样的项目，实现了什么，它会给到你们很多的信心啊。8月份你们要用选择和努力去惊艳时光，而非用抱怨和等待去荒废时光。因为附着于生命的很多美好的事物比如说爱、美德、智慧、成就、财富，它也具有生命的特质，需要你们持续的去积累。所以说8月份其实是在为你们下一年打一个基础，一个支点。8月份你们也要把更多的能量放到自己的身上，去投资自己，丰富自己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啊。星币本身就是要你们投资自己不要去追逐，而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丰盛。那么那些你们之前追逐的人和事就会反过来追逐你们。那么这个吊人我觉得就是8月份它会有一个束缚的挣脱，你们会解开某种枷锁，它是有一种变得更加自由的感觉。这种自由不是说告诉你们自己要做什么，而是你们告诉自己你们想做什么都可以。它是一种思维层面的解脱就是当你们有这种被打开的感觉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其实当下你们并不是必须要做什么，必须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才能够获得快乐，而是在当下此时此刻，你们不需要达到那个目标，你们同样也可以获得快乐。就是你们不幸福，也许不是因为环境，也不是因为自己不幸的际遇，而是你们可能把自己的预期拉得太高，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高，所以你们就觉得如果不达到那个目标，你们就没有办法幸福。但是实际上你们在当下任何能够让你们感到开心的那些小事，能够让你自己快乐起来的事情，它可能非常容易达到。比如说奖励自己一顿大餐，比如说去看看那些美好的风景，都能够让自己立刻的开心起来，让自己感到幸福所以说幸福其实它是唾手可得的。那么这张 Star 星星牌8月份的话，你们应该是会看到一些希望和曙光的。它取决于你们在做的一些事情你们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事情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阶段性的进展。可能你们之前一直在某个关口反复的徘徊纠结，但是在8月份的时候，你们会看到一个问题，它出现了被解决的希望和可能性。那么这个宝剑七呢，我觉得在8月份你们可能会有一个临危受命的机会。就是说有一件事情它很难解决，很棘手，但是有一个人会带着这个问题来找到你们，你们就是别人都解决不了的事情，对你们来说反而是易如反掌。就是你们会你们刚好就是说可能说这个棘手的问题它正好在你们的这个能力圈范畴之内，所以说你们会带着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而赢得某个人充分的信任，导致你们自身的影响力和威望得到了大幅的提升。星币七呢，我觉得在8月份就是你们可能会真正意义上的让自己安定下来，结束某种动荡的漂泊的生活，你们的心会定下来，或者说在为了一个目标不断的积累自己的筹码或者说资本，会下意识的有一个储蓄、风险对冲的意识。
这个星币7，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在8月份采取的策略是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有意识的给自己买一个保险，然后做长期的打算。并且这个圣杯2的话，你们可能在8月份和某个人的关系还会有一个很大的进展，就是你们之前和这个人的关系陷入到了停滞，然后8月份阴差阳错的某个契机能够让你们这段阻塞的关系重新流动起来。圣杯2它也是有一种暗示，就是你们可能会和某个人的关系重归于好，之前会有一些误解，但是在8月份这样的一个深度的沟通把之前的误会澄清，它也是和某个人重新恢复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信号吧。那么世界牌的话呢，我觉得它代表的是某件事情在8月份会迎来一个圆满的收尾啊。世界牌可能就是你们在8月份会一改之前虎头蛇尾的习惯，把一件事情善始善终，在8月份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那么这个审判呢，我觉得可能一部分人在8月份的时候会成为一个聚光灯的中心点啊，就是你们所处的位置是一个资源、信息、财富流动的中心点，有一点像是把持了某个很关键的环节，靠近权力的中心，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行业主宰，去深度的主导一件事情、一个项目，会开始担负一些责任和重担，并且有一种万众瞩目的感觉，就是很多人在期待着你们会把一件事情很完美的完成。所以说也是有一种这个审判有一种身居高位的感觉啊，在8月份可能会在你们的主导之下完成一个很大的项目，承接一个很大的项目，有一种独挑大梁的感觉。星币6的话呢，我觉得在8月份你们会找到一种难得的平衡感，这个平衡感来自于方方面面。比如说你们在人际关系当中，你们会发现这种平衡感就是你们在人际关系当中付出了多少，你们就会得到多少回馈，它是一种付出和得到完全对等的状态。就是你们在8月份可能会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上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劳逸结合的感觉，并且你们会平衡好自己的现实和理想，能够做到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走极端，不钻牛角尖，进退自如，掌握好那种分寸感和边界，拿捏得当，不卑不亢。而这个圣杯7呢，我觉得8月份的你们可能会很忙碌啊，这7个圣杯是你们要处理的一些课题。那你们整个人的话呢，一定要分清主次啊，任何事情它都有一个优先级的，先做那些最重要的事情、最紧急的事情，不然的话你们可能会手忙脚乱。而且呢，圣杯7我觉得你们需要主动的去筛选自己摄入的信息。之前你们可能处在一种特别焦虑的状态里边，是因为你们摄入了大量令你们感到焦虑的信息，所以说你们一定要有一种屏蔽的能力，就是把一些让你们感到焦虑的信息屏蔽剔除出去。那么这个 fulfillment 暗示着在8月份的时候，其实你们取得的一个成绩就是你们在之前的努力在8月份会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收获和结果，有一种因果链条它在8月份会收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感觉。可能抽到这组牌的人，有的人会在8月份上岸，或者说得到一个证书，参加的某个考试会得到一个对你们有利的结果。所以说8月份呢，有关于成绩的测试的评估的项目，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会对你们有利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第3组牌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它出现了很多的人、很多的团体和组织，说明8月份你们可能会打破之前的那种固步自封的状态啊，主动积极的参与到一些活动当中去，会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它能够加速一些信息的交换和流动啊，并且能够让你们认识一些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啊。所以说权杖4的话，我觉得你们的这种在社交上面的积极性啊，其实是会给你们带来一些优势的。而且认识到的这个新朋友啊，可能是线上的社交、网络社交，比如说加入到的一些社群啊，阴差阳错的，认识到的朋友，或者说线下通过活动，通过这个活动的方式啊，面对面的接触到一些新的人，可能也会参加一些聚餐啊，或者说因为工作上的缘故，你们8月份整体来看的话，社交能量是比较活跃的。星币4的话呢，我觉得你们在8月份会有意识的去积累某种资源，
这个资源可以是钱，可以是某种经验，它是可被积累的，它是可被复制的啊！你们这种积累的东西啊，无论是资源还是钱，它都会在未来派上大用场。在你们保持自己专业层面的敏感度的基础之上，无论是能力还是薪资，都会随着时间的积累越来越高，你们自然就会越来越富有。它就像搭积木一样啊，只有连续搭建才能够越搭越高。所以8月份的这个权杖国王啊，可能有一个老师会带着你们往前走，这个人会有在8月份出现，给到你们一些指引、建议和帮助。而且这个人的出现似乎是能够加速你们做出某个决定和改变的啊，就是8月份有一个老师在持续的指导着你们进行某个方面的学习，所以说你们在8月份的话，可能会因为这个人的指导而突飞猛进啊。宝剑4啊，8月份你们应该是会得到一个好消息，能够让你们心里的那块大石头落地，从而睡一个好觉啊。就是你们一直在等待着的某个令你们有一点忐忑的结果，它会在8月份出现。并且这个结果它是符合预期的，甚至会超出你们的预期，让你们在8月份那颗躁动的心安定下来。我觉得这张牌它暗示着8月份可能会有一个像定心丸一样的机会或者说消息出现。宝剑9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回忆的能量在反复吧。尤其是在深夜的时候，你们整个人可能会很情绪化，会想起一些带给你们伤痕的事情，或者说某个人。但是这些伤痕过去的这些令你们有一点感到痛苦的回忆，并不会定义你们，反而会成就你们会让你们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啊。所以说你们在8月份可能会因为某件事情、某个人、某段关系大哭一场之后啊，你们就发誓不会再流泪了。它是有一种哭过之后，你们就能够彻底的让自己放下某种心结和执念。所以说你这张牌它代表的是你们在一个深夜，极致的释放自己的压力啊，把内心当中的这种委屈和心结全部都释放出来。那么星币6呢，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做一些有关于分享的活动和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一些动态啊、文字啊发到网络上分享出去。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你们得到一些人的认同、支持和共鸣啊。星币6它强调的是一种分享，就是大胆的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说出来，可能会因为自己大胆的表达而意外的收获到一些朋友。而圣杯侍从呢，你们在8月份可能会开始某种学习吧，就是它是某种技能的学习，它是你们爱好的一种延伸。你们想要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系统性的去学习一个东西，它能够带给你们持续的快乐，让你们产生多巴胺，并且享受其中。所以说8月份你们会主动的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啊。星币3的话呢，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参与到某种合作当中啊，可能会在一个项目当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星币3也暗示着你们在8月份可能会发起一个项目吧，然后或者说会加入到一个项目，筹划一个项目，意味的是在8月份的时候你们会开始行动起来。你们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啊，但是你们必须要开始才能够变得很厉害。所以说我觉得把内心当中的想法付诸于实践和行动，才是缓解焦虑最好的解药。星币9呢，我觉得8月份你们可能会特意的给自己留出一些空白的时间啊，去做一些阅读、功课，进行一个高质量的这种信息输入的过程啊，会找一个非常僻静的地方去安静的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这张牌也代表的是一种主动学习的精神和态度，因为你们对于自己的要求和标准很高，不会任由自己在一个特定的事情上面懈怠啊，主动的吸收新的知识和内容，主动的选择新的道路，主动的更新自己。这样的话呢，你们就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让自己产生新的面貌，就是不断的能够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张星币9啊，它是你们在8月份会安静的做着自己的事情，它可能是有一点默默无闻的状态，但是它是在整个过程是在积累的。未来的话呢，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你们可能会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努力。那么正义牌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个正义的结果会出炉啊，可能你们之前在一些事情上面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导致你们承受了一些莫须有的指责。那么这个正义牌就暗示了在8月份这种错误的指责，你们受到的委屈它会得到一个修正，
甚至可能有人会来找你们道歉。或者说你们会因为之前的一些错误的指责而获得一些赔偿吧。高塔牌的话，我觉得它是果断的、及时的止损啊，果断的告别一些，可能有的人打算在8月份离职吧，我觉得，或者说离开一段、结束一个关系、离开一个行业啊，就是你们可能在很早之前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只不过到8月份的时候，你们才能够真正的下定决心去做出这个改变。那么 wedding 啊这张牌的话呢，我觉得可能8月份有人会参加婚礼吧，在这个你们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意外的收获，你们要留意。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